Mido 呢一個名呢，大家就一定聽過啦，呢個牌子。咁但係當中有幾多人係認真咁了解過 Mido 呢？或者欣賞佢哋嘅設計風格呢？喺今集我哋就揾嚟咗8隻各有設計特色嘅 Mido。咁當中3隻呢更加係 Chronometer 添。等我哋慢慢去欣賞 Mido 嘅設計語言。一直咧都好想每一個 brand 都收藏一隻，咁啊 Mido 其實都唔例外啦，因為 Mido 散發住一種好獨特嘅設計風格啦，好難揾到一個同 Mido 接近嘅一個牌子啊。咁我覺得喺 Swatch Group 入邊嗰個定位都算係唔錯啦，咁算係一個入門嘅價位啦，提供相對我叫做有個性嘅一個設計啦。某啲型號咧更加用上咗 Chronometer 天文台級別嘅一個機芯。咁之前亦都有介紹過一隻最近推出，聽聞個 waiting list 亦都好長嘅一隻 Ocean Star 600 Chronometer 嘅黑色 DLC， 仲未睇過嘅朋友呢，好值得去睇呢一集啦。咁呢一集個反應都唔錯，亦都因為價錢一樣相當之宜人，所以睇到唔少標迷呢，其實都入咗手嘅。咁喺呢度呢，或者好快咁介紹一下 Mido 嘅一啲簡單嘅背景先啦。咁其實 Mido 都已經超過咗100年㗎啦。咁佢係1918年度成立啦，以西班牙文呢 Mido 作為一個牌子名嘅。咁我英文嘅意思就即係話 I measure 嘅一個意思啦，即係一個量度咁嘅意思啦。咁一開始呢，大家可能有所不知，原來佢哋一開始呢係先做女裝錶為主先嘅。咁然之後先至再推出咗一啲同汽車牌子合作嘅一個錶款啊，咁可能先至慢慢轉型成為一個男裝款，令到佢哋大大咁提升咗名氣啦。咁原來1934年呢，亦都第一次推出咗呢個 Multiford 嘅一個系列，去到今日呢，仲有推出嘅呢一個系列。咁啊，去到大約2000年啦，2002年左右啦，部分嘅系列呢更加開始以一個建築物作為一個設計嘅靈感，到今日都一樣以一個建築物作為靈感嘅。而我自己其實就比較中意 Multiford 同埋 Commander 呢2個系列啦，亦都係我口中所講嘅一個獨特嘅一個設計風格。咁以知名嘅大牌子嚟講啊，真係揾唔到類似嘅牌子做一樣類似嘅設計嘅。我腦海中就浮現咗一個牌子嘅個設計風格就有啲相似嘅，就係 Issey Miyake 嘅手錶啦，都算係陪住大家長大嘅一個牌子。不過可惜就只係得電子錶啦，大家唔知對佢哋嘅手錶有冇一個同感呢？有啲相似。咁啊講得太遠啦，翻嚟呢度先。咁啊呢度有8隻嘅 Mido啦，其實都係平錶大循環嘅一份子嚟嘅，所以亦都係一啲舊款啦。咁但係舊款就唔代表佢差嘅。咁啊經過我挑選過嘅款呢，咁我希望佢都係一啲見得下人嘅一個款式啦。因為我成日都強調款式呢，其實都仲係好重要嘅。如果個款唔好呢，你同我講個工藝有幾好，個做工有幾好，個機芯有幾勁，啲成隻錶都係人手做，咁但係個款唔好，試問大家係咪真係會願意戴呢？或者先由2隻 Chronograph 講起先啦，因為我覺得呢2隻呢喺呢8隻入邊算係最 stand out 嘅2隻嚟嘅，都係 Commander 嘅系列。個款式其實就一樣嘅，咁啊一隻其實就係 Panda 嘅 dial 啦，一隻就係全銀色面嘅 dial 呢。2隻各有味道嘅，咁我個人當然會中意 Panda dial 多啲啦。我諗相信 Panda dial 會比較多人會中意嘅，我自己都覺得。咁樣放嘅話呢，大家會覺得似啲咩呢？特別是呢個 Panda 嘅，係咪有啲似 Zenith 嘅 El Primero 嗰個感覺呢？嗰個 overlap 嘅 sub-dial 嘅感覺，就有啲似呢一個咁樣嘅擺法，其實就。個錶徑其實就42.5mm 啦，唔會話太大隻，非常之適中嘅。明眼人一睇就知咧，呢一個係一個7750機芯嘅一個佈局，所以亦都見到隻錶咧有翻一定嘅厚度，14.89mm 嘅。咁你會見到藍寶石咧嗰度咧，亦都有翻一個切割嘅一個細節位啦，50米嘅防水就唔算太多。咁2隻錶呢，其實都係有一個透底嘅錶底啦，可以睇到7750嘅一個機芯。
簡單嘅只係一個簡單基本嘅打磨啦，有啲地方其實都冇特別做打磨。咁兩隻錶款都係鋼帶款，不過留意翻呢，佢唔可以咁容易去換錶帶嘅呢一個，佢呢一個位呢係唔拆得出嚟嘅，咁所以你要特別去做一個皮帶啦，或者除非原裝咪到你可以配翻。不過諗買得呢一隻錶嘅朋友呢，都應該會用翻鋼帶啦吧。睇一睇下啲微距呢，欣賞一下個做工，銀色面放射紋嘅一個錶盤啦。個錶盤其實各個位呢都做得好細緻、好平穩嘅一個水準，不過不失。始終 Swatch Group 呢個大牌子呢都唔簡單，反而個錶殼嘅話呢就相對地普通咗啲啦。無論個設計或者個做工。咁啊，錶盤同個錶殼好似個比例，個對比有啲大咗啲。個錶盤做得好精緻，但個錶殼就好似有啲普通咗啲。大家呢有冇留意一樣嘢呢？一般 Swatch Group 嘅 chronograph 呢，唔同牌子都好啦，個定價大約都係15,000起跳，好似15,000呢就成為咗個起步價咁。亦都呢一隻都唔例外啦，大約個定價就係15,000左右嘅。咁呢度都帶上手俾大家睇一睇啊 Panda 呢一個感覺啦，42.5mm 算係幾好嘅。我隻手就唔係特別粗啦，6.33寸。咁唯一略嫌嘅就係個鋼帶設計呢，就普通咗啲啦，好似就冇咩款式咁樣。呢度另一隻就係 Multiford 系列嘅 chronograph 款式啦。Multiford 其實個款式變化呢就比較多嘅，咁而呢一隻喺手上邊呢就比較 modern 嘅一個款式，44mm 嘅錶徑啦，咁啊厚 14.7mm 嘅，咁錶面設計呢就非常之豐富嘅，個錶盤就會見到有一個日內瓦波紋嘅一個點綴啦，咁啊另外見到兩個10dial式嘅一個計時，6點鐘位置呢亦都有一個日期嘅窗嘅。咁唯一可惜嘅就係呢一隻唔係一個陶瓷圈啦，肉眼睇嘅話呢，其實就似一個鋁圈嘅。而呢一個佈局嘅計時款呢，一係就係7753嘅機芯啦，一係就係2894嘅機芯。不過 Mido 就比較少用2894，咁所以呢一隻呢，其實都係用上咗7753嘅。咁7753其實就即係7750去再改嘅款啦。唔好嘅地方就係個日期呢一個位啦，要用一個工具去調校，有啲唔係咁方便嘅。咁本身呢隻錶呢，就跟上咗一個黑色皮帶啦，有翻一個折扣嘅，就唔係蝴蝶扣嚟嘅，呢個就一個單向折扣啦。一樣睇一睇下啲微距啦，Mido 做工呢，大家就唔需要太擔心嘅。頭先講嗰個日內瓦波紋呢，微距咁睇呢，就唔算好強勁，開頭立眼睇就以為好勁，但係 zoom 埋去睇呢，佢就唔算好深嘅一個波紋，但係就都有啦呢個波紋，亦都每個時間個刻度都做咗一個立體啦，成個錶面其實就望落幾豐富幾立體嘅。咁啊，唔好覺得呢一啲做工係理所當然啦，有一啲 Swatch Group 嘅牌子呢，個做工真係好一般㗎咋。咁我呢度當然唔特別開名啦，大家自己去揣摩啦。雖然 Mido 都唔係啲咩貴價嘅手錶，咁但係有住咁嘅細節俾大家去睇呢，我覺得已經算係相當之唔錯。呢個就係戴上手嘅感覺啦。44mm 我就自問就有啲大隻嘅，我隻手唔算好粗，不過成個款就好 sporty 嘅一個款啦，啱晒啲好中意啲 casual style 嘅，咁啊動靜皆宜啦。呢啲款式其實都相對地幾襟睇嘅，我諗10年8年你都唔會覺得佢過時嘅一個款式啦。再之後就一次過介紹3隻嘅 chronometer 啦，咁啊當中有 Commander 啦、Great Wall 同埋 All Dial 嘅系列嘅，咁啊或者先講一講 Great Wall 呢一個款式先啦。之前喺平錶大循環其實都俾人極速咁秒殺咗嘅，都有啲意想不到啊！喺2012年左右推出嘅，自己其實就覺得都幾靚嘅呢個款式。咁啊，雖然我自問呢就睇唔到點樣 Great Wall 嘅一啲元素喺入邊嘅，我就
唔係點睇到嘅。咁但係整體成隻錶咧都充滿住好多細節俾我哋去欣賞。咁例如大家會見到錶面嘅格仔紋啦、立體嘅呢啲 index 啦、數字啊、六字啊同12全部都係立體去做啦。咁啊錶側邊嘅呢個細節呢，亦都令到成隻錶呢其實睇落係好豐富嘅。咁所有嘢加上去呢，就係我成日都講嗰個 Mido 好獨特嘅一個設計風格啦、設計語言。咁個錶徑其實就42mm啦，厚就11.5，因為佢冇一個計時啦，所以相對地就薄啲。而個機芯呢，就係一個2836 chronometer 級別嘅一個天文台嘅一個機芯啦，比2824多咗一個升旗嘅一個功能嘅。咁而錶底嘅話呢，亦都有一個透底啦，俾大家可以慢慢欣賞翻呢一個 chronometer 嘅一個機芯嘅。咁一般 Mido 嘅 chronometer 呢，又係有個定價嘅邏輯嘅喎。咁大約每隻都係定價10000蚊或以上嘅，即係大約挨住係10000蚊到啦。咁但係已經算係一個相當之相宜而有 chronometer 級別嘅一個牌子㗎啦。咁不過呢個 Great Wall 系列呢，暫時呢已經冇再推出㗎啦。咁啊有啲可惜。咁要留意嘅亦都係啦，佢嗰個錶帶呢，我自己就咁睇呢，其實就要換嘅話呢，你換皮帶嘅話呢，都唔係隨便去更換。咁同樣啦，我諗買得呢啲錶其實都係貪佢呢個降帶款嘅。跟住呢一隻其實就係 All Dial 系列嘅一個款式啦，40mm 嘅錶徑，咁啊10mm 厚嘅啫，再薄啲呢一隻。有一個雙色嘅點綴啦，用咗一個金色嘅 PVD， 同樣啊一樣有一個散發住一種好獨特嘅設計風格喺度。個錶殼亦都唔係大家見慣見熟嘅一啲款式，唔知大家有冇諗起一個牌子呢？我呢個錶殼呢，就令我諗起 LV 嗰個錶嘅一個錶型啦、錶殼啦，係咪有啲相似呢？好似我呢度擺張相出嚟咁樣。而 All Dial 嘅系列呢，好似一直都係以羅馬嘅鬥獸場作為一個靈感嘅。咁點樣睇到呢個？反而睇到少少羅馬鬥獸場嗰個感覺喎。即係如果我嘅話，我個想像力可能高啲。咁大家留意到呢嗰個錶圈、錶面嗰個外圈呢，嗰種分隔呢，就比較感覺到似一個羅馬鬥獸場嘅，即係嗰啲座位啊，到時一格格咁啊有個分層咁樣咧。咁呢個可能我個想像力就高啲，我就覺得佢比較感受到羅馬鬥獸場嗰個味道到嘅。而個外邊嗰個頭先講嗰個啦，嗰個殼咧，嗰個亦都有啲似一個羅馬鬥獸場嗰個外圍嗰埲牆一樣。可能我想像力比較好啦，喺呢一方面睇到呢一隻就好似多啲。頭先 Great Wall 嗰隻咧就真係比較難睇啲。咁如果錶帶方面呢 All Dial 咧基本上都係呢一個款式嘅，咁啊幾獨特嘅一個，即係呢啲我成日都講有個，起碼個錶帶咧都有翻一個設計，就唔係話一個好見慣見熟嘅一個錶帶啦，好獨特嘅一個設計風格。咁但係啦，又係唔係咁方便去換一個自己嘅錶帶嘅。咁我諗買得呢都預咗帶鋼帶㗎啦。同樣啦，一樣個機芯都係一樣嘅啫，都係2836。咁當然佢哋叫咗另一個名啦，咁但係個 base model 就係 ETA 嘅2836 chronometer 級別，亦都有翻一個透底俾大家欣賞呢一個機芯啦。而再之後就係 Commander 嘅一個 chronometer 啦，又係一種好獨特嘅一個設計味道嘅，成個錶面個機芯都係一樣啦。咁呢隻就40mm 嘅啫。都係40mm啦，咁相比另外嗰兩隻嘅話咧，呢隻就可能會比較穩重啦、低調一啲啦。咁加上佢係一個黑色嘅錶盤，咁啊更加之低調。咁啊成個風格就好 Commander 嗰個設計風格嘅。咁 Commander 其實都出咗好多好耐啦，60、70年代已經推出。咁依家呢個款呢，其實就算係一個比較 modern 嘅一個款啦。咁 Commander 嘅 chronometer 嘅系列呢，到依家其實都有出嘅。因為你呢個款嘅話呢，我粗略估計就似係1至2代 generation 之前啦。
咁啊，同樣啦，嗰個錶帶呢，亦都係一個唔 friendly 嘅設計。咁啊，好難去換，好難去換其他錶帶嘅。不過都唔緊要啦，又係啦，買得呢啲錶款呢，應該都係用鋼帶噶啦。咁啊，留意翻啦，呢一隻呢就冇做一個透底嘅。咁亦都因為咁，所以推斷到佢應該係上一兩代嘅款啦。因為透底呢，其實近呢10年嘅錶先開始比較多透底嘅款嘅。咁以前嘅錶呢，就比較少透底嘅款。咁啊，最後就介紹埋剩低嘅兩隻啦，都係 Commander 3針嘅一個基本款啦。咁啊，兩隻其實個款式係一樣嘅，一樣都係40mm啦。咁啊，一個就係黑灰面，而一個呢就係銀面，有一個類似 Rose Gold 嘅一個指針啦。咁啊，有日期顯示啦，星期顯示啦，係一個皮帶絲紋嘅一個款式嚟嘅。咁啊，睇翻藍寶石嗰個錶面啦，亦都有翻一個即係一個倒角嘅一個切割點綴啦。咁啊，亦都係一個 Commander 嘅 modern 嘅一個風格。不過呢隻呢，就唔係 Chronometer 級別㗎啦。咁雖然佢都係一個2836嘅一個機芯啦，亦都冇一個透底嘅。咁啊，但係成隻錶呢，其實就做得都幾薄嘅，即係攞上手其實都幾薄嘅。咁啊，適合一啲預算唔高又想買一隻即係可以返到 office 工斯文嘅錶款，不過不失，即係帶出嚟都唔太失禮嘅一個斯文錶款啦。加上佢係一個40mm，而銀面呢一個呢，亦都有啲 Rose Gold 嘅一個點綴呢。咁女士其實我都覺得即係帶出嚟其實都幾唔錯嘅。咁啊，銀面同黑面各有特色，我自己就反而中意銀面多啲喎。我自己又對銀面錶、銀色嘅錶面嗰個錶呢，都有啲情意結嘅，覺得好特別嘅。咁啊，皮帶嘅話呢，就雖然佢用做咗一個鱷魚皮嘅紋，但係不過就應該唔係鱷魚皮啦。佢呢度就冇特別寫，因為呢個價錢就照計就唔會俾鱷魚皮你嘅，因為通常都係牛皮去模仿一個鱷魚皮嘅紋嘅。咁啊，亦都有翻一個蝴蝶扣啦，算係幾唔錯嘅一個選擇。今日就介紹咗8隻 Mi 島俾大家啦，了解咗更加多 Mi 島獨特嘅一個設計語言。咁我呢度講嘅獨特呢，就唔係話好與壞嘅，因為設計好定唔好呢就好主觀嘅。咁啊，只可以話 Mi 島呢有好強烈嘅一個自己嘅設計語言啦、設計風格，亦都暫時睇唔到有其他牌子類似 Mi 島呢樣嘢。如果大家有嘅話呢，都不妨話俾我知啦。咁頭先亦都有提過啦，呢度8隻錶其實都係屬於平錶大循環嘅一份子嚟嘅。咁啊，所以個價錢亦都係相當之抵玩嘅。咁啊，以呢個價錢買到 Chronograph 啊、7750啊，甚至乎 Chronometer 呢，我都覺得物超所值嘅。咁但係我會留翻喺後日10月3號先至出一個平錶大循環去交代翻每一隻嘅價錢啦。咁啊，等呢一條片單單純純係一個介紹分享嘅一個影片。如果大家對佢哋有興趣嘅話呢，咪記得到時留意翻啦。我諗呢個就係平錶大循環好玩嘅一個地方咯，令我有機會咁樣買入咗8隻 Mi 島做一個介紹分享俾大家。如果冇呢一個平錶大循環嘅話呢，咁我諗一個普通人好難貿貿然咁無啦啦買8隻 Mi 島嚟玩嘅話，即係除非你去鋪頭度拍嘅啫。但係買翻屋企慢慢拍，咁我諗一個人好難咁樣去運作喎。希望你中意今集嘅內容啦，咁啊記得 CLS comment like 同埋 subscribe， 咁啊記得 subscribe 啊，免費㗎。其實好多人點解都唔撳㗎，發覺。我哋下一集再尋覓下其他好玩嘅手錶啦，做一個介紹。我哋下一集見啦，拜拜。